中国经济搞的是一地鸡毛。本来地方债务已经压得喘不过气了，结果山东省竟然还要砸400亿去救那些早该破产的降维企业。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，官方还在那边嘚瑟说中国的举债空间很大。官方数据说得好听，2023年末 G20 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 118.2%，G7 国家更是高达 123.4%， 而中国才 67.5%， 多么光鲜亮丽啊！这不就是在暗示中国还能继续举债吗？再看看赤字率，说中国多年都低于 3%， 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。这话说的是不是在暗示中国还能继续扩大赤字啊？更绝的是，竟然还放出风声说要在2028年把14.3万亿隐性债务全部清零。北上广都已经清零了，多么了不起啊！不过且慢，让我们算算这笔账，为了清这14.3万亿的债，国家要再借12万亿新债，这不是债滚债吗？就像把信用卡的债转到花呗上，能解决根本问题吗？最近有个经济专家王一鸣在论坛上放风说，2020年因为疫情，赤字率就顶到 3.6%。2023年10月还临时加码发了1万亿国债，赤字率冲到 3.8%。明年呢，可能还要继续往上冲。我看啊，这是要把赤字率玩出新高度了。表面风光的背后，山东省最近的骚操作更是让人看不懂，直接设立了一家400亿注册资本的公司，号称要重点支持10县城投平台和国企，特别是什么乡村振兴、新能源、大健康3大产业。这不就是变相书写旧事吗？正常来说，企业做不好，那就该破产清算。可在这些官老爷眼里，破产是万万不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国企亏钱只是效益不好，可一旦破产，那就是国有资产流失，得有人负责任。所以宁可继续烧钱，也不敢让他们倒闭。比如现在的新能源车企，据说除了一家每辆车能赚1万多，其他都在亏损。可他们偏偏不肯减产，反而一个个喊着要扩大产能，背后不就是靠着政策性补贴在硬撑吗？这些钱最后都得老百姓买单。这种扭曲市场的产业政策，正是 CPTPP 明令禁止的。可看这架势，中国非但不改，反而要变本加厉，这不是把路走得越来越窄吗？说到底，这都是2008年那场4万亿投资的后遗症。当年全球都在发钱刺激消费，中国反其道而行，大搞投资，扩大产能。靠着 WTO 的加持，那次竟然给赌赢了。但这次呢， WTO 都快歇菜了， CPTPP 还连着5次拒绝中国加入，这牌还怎么打？现在的问题就摆在这，生产过剩了，消费不够用。可政府非但不从改革着手，反而还想继续用举债来解决问题。钱是最诚实的。这几天人民币的表现已经说明了一切。12月3日，离岸人民币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，一口气跌破了 7.29、7.30、7.313 3道防线，最低竟然摔到 7.3153。在岸人民币也好不到哪去，直接突破 7.28、7.29 2道关口，跌到了 7.2995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意味着人民币已经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低点。更糟糕的是，川普又放狠话了。11月30日，这位即将重返白宫的美国前总统放出了狠话：如果金砖国家胆敢削弱美元，我就要对他们征收100%的关税。这一刀可是直指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5国。为什么川普会突然发这种狠话？因为上个月在俄罗斯喀山的金砖峰会上，各国讨论了要减少使用美元，加强本币结算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川普警告说，如果金砖国家继续这么搞，那就别想再向美国卖东西了。更吓人的是，
13家国际投行最新预测说，明年人民币可能要创下2004年以来最大跌幅。根据 CNBC 统计，这些投行预计到2025年底，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会贬到 7.51。现在市场共识是，年内人民币会在 7.2-7.3 区间内晃荡，但到了明年，情况可能会更糟。有外汇专家说，现在美元多头都在获利了结，美国交易员也陆续放假，日元因为加息预期在反弹，所以人民币暂时不会跌破 7.25。但谁知道明年会怎么样？要知道去年这个时候，海外圣诞假期时，国内汇市就出现了明显的预期管理，说白了就是官方出手维稳。那你说市场对人民币这么悲观，到底是为什么？说白了就是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了。你看，地方政府债务越借越多，房地产市场一片萧条，消费不振，出口下滑，这些问题哪个不是动辄就要上万亿的资金去填？结果现在倒好，政府还想举更多的债，印更多的钱。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况，能不赶紧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吗？让人更担心的是，官方好像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最近几个月，各路媒体天天在那里大喊经济回暖了，市场企稳了。可实际情况呢？你看看外资企业的态度就知道了，能撤的都在撤，不能撤的也在观望。这难道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吗？当然，官方会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有3万多亿美元，不用担心。但问题是，这3万多亿里有多少是真金白银？有多少是别人存在中国这里的钱？有多少是已经被用作抵押的？如果真的出现大规模资金外逃，这些储备能够撑多久？这些问题恐怕没人敢说。看来2025年的人民币汇率之路注定是一条不好走的路。如果经济基本面得不到根本改善，如果改革开放的步伐继续原地踏步，如果产业政策继续逆市场而行，那么人民币破8也不是不可能。到那时，可就不是靠几句维稳的话能解决的了。反正中国人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。最新的调查显示，60%在华德企都说中国经济比去年更差了。更吓人的是，56%的德企喊着市场需求太差，连基本生意都难做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只有1/3的德企觉得明年会好转，还有29%觉得会继续走下方。这可都是历史新低啊！德国商会这份2024-25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，简直是把中国经济的老底都给揭了。你看看，今年才15%的德企觉得行业会变好，倒是有55%觉得会变差。这帮老外为啥这么悲观？因为他们发现一个致命问题：地方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了。29%的德企说，买国货政策是他们最大的痛点，比去年多了8个百分点。26%的德企更是直言，本土企业享受特殊待遇。这还怎么玩？更要命的是，55%的德企预计，5年内中国企业就会在他们的领域成为创新领头羊。去年这个数字才46%，现在直接蹿升到55%。这不就是变相承认中国靠政府补贴和保护在抢人家的技术吗？最讽刺的是，92%的德企说还会继续在中国混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市场太大了，放弃不起。但你看看他们的行为，51%说要增加投资，原因是什么？87%说是为了保持竞争力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还不就是在说不加投资就活不下去了？再看看地方债的情况，11月份地方政府疯狂发债 1.3 万亿，创下今年单月新高。更吓人的是，这里面超过80%都是用来还旧债的。前11个月，地方政府已经发了 8.7 万亿的债，比去年还少了4%。这说明什么？
说明地方连借新还旧的能力都在下降。官方说，今年要发6万亿再融资专项债，其中2万亿要在今年用掉。11月已经用了 1.1 万亿，剩下的900亿要在12月发完。这不就是在玩击鼓传花吗？你发债还债，债还了又发，这不是永动机吗？最绝的是，眼看今年的 GDP 增速要完不成 5% 的目标了，官媒竟然改口说 GDP 不重要了。新华社发文说什么不以 GDP 论英雄，什么 5% 左一点右一点都行，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？年初定下 5% 的目标时，怎么不说这话？前3季度 GDP 增速分别是 5.3%、4.7%、4.6%，一路往下滑。官方现在说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，说守住了底线。可问题是，这个底线到底在哪？现在的增长质量怎么样？创新动力够不够？结构合不合理？消费能不能起来？这些问题，官方一个都回答不了。更可笑的是，官方还在那边说什么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在给低增长找借口吗？是在暗示大家别期望太高吗？看来2024年的中国经济怕是要继续在保6争7变成保4争5的路上越走越远了。地方债务越积越多，企业创新动力不足，外资观望撤退，消费信心疲软，这些问题要是得不到根本解决，明年的日子只会更难过。只可惜现在的决策者们好像更在乎保住自己的乌纱帽，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。所以啊，我看2025年大家还是要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。毕竟连官方都开始给经济下滑找借口了，这日子还能好到哪去呢？